1750一斤的荔枝，对啊，谁吃啊？都吃啊，货一到就没了，马上就在这里这么赚钱的？7点钟天一黑，你走路上马上就4、5个人围上来，把你手机身上抢都给你搂走了。我弟弟在手头的衣服都给人拖走了呢。让他看一下这些一期多少钱，按照我那100块钱的标准来执行，我没有随手拿的。你好，您是老板吗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这边说。店长吗？你在这边来旅游的。是吗？你在这儿多久了3年了。3年。嗯，怎么会想跑这么远啊？这里我们有亲戚在这边，他们有这个项目。哇，这离中国太远了，回去都不方便。阿根廷去飞机直达的，阿根廷有飞机直达了。直接到杭州的，这里挺厉害啊，从这边到旅游到这边来。到处走走嘛。那这个镇子上有多少个像这种中国百货？就1、2个，不多。就2个。蒙特港很多。蒙特港很多。对。都是你们亲戚呀、什么？我也是有店种的，懂不懂？你是哪儿的？我们之前温州的。打出来了，一共是11760，刚好102块钱。花100块钱在这个店能买多少东西？刚好这些东西的话，一个是从国内拿出来哦，一个他们是首都涨一次价，我们拿过来又涨一次价。为什么首都涨一次价，这儿涨一次价？对，他从国内拿出来就是我们是零售，我们从首都就是不，厂家过一手那个经销商，经销商过一手批发商，批发商再到你们零售，这4手了。对，这价格相差很大的。那他们是先走海运发到圣地亚哥吗？对。中国到这儿要多少？现在有的是1、2个月的。2个月。它还有运费的嘛？运费关税高吗？对，一个集装箱现在的话大概是几千美刀吧。几千美刀。那税呢？税这个我们不知道，他们有自己的另外一个海关税的。他们在这儿工作都还得会说西班牙语。像你们这个店里一般工作多少个小时啊？你算吧，早上9点半到晚上11点半到12点钟。这么久？对啊。15个小时啊，工作。差不多吧，15到16个小时。我们这边在这边的话，就是属于说是一个是打工，这个店的话又比较特殊一点。为什么特殊啊？你看啊，别的城市，犯罪的人多，危险，所以说他们对，所以说他们关门关得早，8点钟7点半左右就关了。天快黑下来那会儿，差不多他们就关了。像首都，到了这个时候，基本上5点、6点就全部关掉了。批发商批发区那一部分的全部关掉。哦，在首都还有一个批发区。对，中国人基本上全是中国人批发区在那里，很大。到时候可以去看看。对。那边你进去哦，路上看到的中国人很多的，什么中国那个餐馆哎，批发店哎，超市哎，卖菜的都有。那个消费贵吗？这是抖音吗？你关注一下。我关注了。像在首都，我们中国人去买的话，就是说买菜啊之类的特别是蔬菜，贵很多的。为什么？有一些是中国人在这边弄大盆弄出来的，也有一些是中国带出来的。中国带出来的？怎么带啊？空运。你像荔枝、枇杷、榴莲不算，就荔枝跟枇杷。这种东西空运出来，你知道它多少钱不？多少钱？卖到，哎，那种荔枝是卖多少钱一斤来的？那个龙眼那个玩意儿？40万吧，还是1公斤？40万1公斤？好像是，因为它是那个通过那个飞机空运出来的。我突然有点迷糊，3500块钱1公斤。对，就这么离谱。1750一斤的荔枝。对啊。谁吃啊？都吃啊。货一到就没了，马上就在这里这么赚钱的？中国人嘛，又不是老外嘛。中国人这么赚钱的？我1750的荔枝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，在这儿都能疯抢的。真的就这么离谱。几月份能有这种奇葩的？我去看看。我看一下啊。现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比较奇葩的水果，就是从中国能空运出来的？这个我不大了解，这个得上首都看。
因为首都批发区我很少接触，这种东西我不关注，因为我没那能力吃，我就不去关注它了嘛。你说是吗？确实。都是荔枝，你知道荔枝在圣地亚哥多少钱一公斤吗？找不到。这盖没有拿，我这仓库拿过来的货，盖子就不在水果，一种水果。啊，荔枝是龙眼。哦，对对对，在圣地亚哥，我不在圣地亚哥。40万一公斤。你说的圣地亚哥吗？对啊。40万披索1公斤。哇塞，很离谱，很离谱。哇塞，250刀1斤。这几颗。就很。还有什么贵的吗？新鲜的杨梅。杨梅？对。杨梅有多贵？杨梅好像是最贵，好像他们是卖到了35万吧，离谱吧？我这个机票还来得及吗？我来回倒。没有，他这个是要特意去包一辆货机啊，整辆货机里面装的全是这种新鲜的农产品。水果之类的，他们就是把一架飞机给包了，然后运的。对，所以说他们要把那个路费赚回来，还要赚一点钱，那肯定就贵了呀。还有什么贵啊？反正你就是这么想吧，在中国特有的产品，在这边没有的，那个只要有人拿出来卖，那就是贵的。有这个钱，我还不如飞回国一趟吃了。在你们在这儿工作的当地人，一天工作15个小时，1个月他们能拿多少工资？老外啊，老外没有工作15小时的。那他们呢？他们老外工作8小时。8小时。对啊。1个月能拿多少工资啊？像你们店？我给你算一下，我们店是有男工女工区别的哦。为什么男生跟女生还要有区别呢？为什么？我在店里有这样子的。为什么区别在于？我店里的话，男工的话是要搬重物的。啊。搬货的。啊。那就不一样。啊，那多出了利息。1个月休4天26。女生的话，每天干8小时，1个月46万8。46万也就是4000块钱的工资，差不多。对，就吃1公斤荔枝没了。差不多。然后男生的话是52万，按正常算8小时呢，就是52万。是不是还有不正常的工资啊？通常的话，我店里的工人都会加班。我店里目前出过最高的工资是80万1个月，就是7000块钱。对。那他们得每天加班多少个小时？从早上10点钟干到晚上8点半，每天。那就是10个小时。对，10个小时加上周末不休息。周末不休息，我会额外加3000块钱。工资是。那也7000块钱，在当地收入算高了吗？还是说？怎么说？你就说干这种力活啊，或者说是干这种就是说整理货物的这种活这种普通工作的算高了。已经算很高了。但是如果说你说是跟那些银行白领那种公司上班的那种不一样，那种1个月随随便便都是1、2个米用的。就这旁边那个我推荐给你那个烤牛肉店那个店里的那个员工，那个服务员，1个月都有一个多米用。1个都是米用是啥？就是100多万嘛。米用是西班牙语吗？对，西班牙语。120万左右。120万，也就是将近1万块钱的工资，1万人民币。因为他那个店的话是一个客流量大，而且过来的人都是旅客，出手的大方，小费给的多。还给小费。对。10%的小费。不止。这边小费给多少？他们小费给他多少，就是直接他收走，然后餐桌点了多少货，吃了多少东西，还要再给一个消费了多少再给他几的那个。因为我出去外面吃饭，他都会给你自动加一个10%的小费。对，那个是基本上很多餐厅都给你直接自动收走的。那这个智利的一个最低工资一般是多少呢？最低工资就是按正常的合同工资算的话，最低好像是52万1个月。52万1个月，但是他要除去9万块钱的那个什么五险一金类似于这种吗？除去9万块钱那个税，那个保险等于说最低工资是4500块钱1个月。这1个星期是工作45个小时。我觉得智利消费好贵啊，他们的工资能抵得上他们的消费吗？现在跟3年前完全不一样了。3年前在这里，你1万块钱出去，你可以买挺多东西了。但是现在1万块钱出去买不了东西。我昨天买一个这么小的甜筒，他收了我1890披索，也就是17块钱一个甜筒。对啊。一瓶水1000披索，小瓶的水，任何一个小卖部都是1000披索。都是这样的。但是你知道我这个水我按照批发价拿过来，你知道我多少钱吗？多少？ 200。批发价200，为什么卖1000？对，统一价。
哦，统一，它就是国家规定的这个。没有国家规定，就是私人规定的。根据大众走势嘛。我怎么感觉有一种那种，老板，你这上面写了建议价1块，我不接受他的建议，我要卖1块5。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按照正常来说，我们中国人就是说，比如说像这样一个产品拿过来，对，1100是不？对。我拿过来只需要450块钱。啊。450翻2倍，就是说乘一个2，再加2到300块钱的提成。所以说这个水拿货价200，卖1000。4倍。而且你就不要算这个，你不要算水，你就任何餐厅进去，它的利润都是70%以上的。任何餐厅的都是一样，都是70%以上的那个利润的。还好我都自己做饭。那在这边你就吃个蛋炒饭，你得要5000到6000块钱一份。啊，50多块钱。对。好贵。贵哈。是贵，这里很贵。很贵的。吃一个那个。是那个叫什么包子一样的一个面里边裹一点点那个东西，肉，对，裹一点点肉，一个就3000。对啊。哦，对了，我推荐你吃一个东西啊，那个东西老好吃了。行。它那个而且实惠，在我看来是比较实惠的啊。它那个大概是1800块钱。我有个问题，你觉得在这边生活就是智利当地人的一个幸福指数高吗？我这么说给你听啊，智利，南美洲智利，世界上那个单亲家庭最多的一个国家。为啥？这个可以查到的。不是，我是说为啥会有一个这样的现象？为什么会造成一个这样的局面？主要第一点还是智利男人有问题，不结婚。一个他就算结婚了，还是一样，一个会出轨，然后一个没有能力，而且这个国家又是这样子的。像这次暴乱之后，不是那个赶上疫情吗？国家发钱，发完第1次之后，还想跟让国家发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，就说有便宜占，永远不会去自己动手。那他们这个没有什么婚姻法保护当地的这种？基本上没有，你离婚了就是离了。但是如果说你2人离婚之后有小孩的话，法律是会规定男方给你每个月的那个孩子的抚养费，但是很多男人都不会去支付这个钱。这样离婚了之后就基本上相当于就消失了。我有点好奇，比如在智利这边，当地男女结婚的话，就是女方会给男方什么，男方会给女方彩礼呀什么的。很少见的。没有。这个需要送什么黄金或者是买房买车吗？没有，都没有。一个你要这么想，智利本地佬在这边的话是，只要他是正常上班，不管是最低工资上班还是高工资上班只要上到一定的年度了，只要他生小孩，国家就会给你分一块地。这样的？对啊，就是说好像是交税交齐交5年以上的，生完小孩就那个小孩就能分到一块地。分一块地，地是一般是在什么样就可以选。自己可以选，对，但是属于郊区，这东西是不可能的了。分给你一块地，然后会给钱吗？钱的话是不会给，没有什么补助。但是你如果说是你的是工作时间到了，退休了，每个月那个退休金会比较高。有多高？能有像正常像40-50万左右吧。50万一个月？对，40-50万一个月有的。我店里过来的要买东西那些老太太基本上每个月没有工作，但是她每个月的钱都很够的。50万，吃喝玩乐，够了。多少岁退休啊？好像是60。60岁退休。60还是65，还是差不多。不单单智利人的呀，很多国家都这样的。南美都这样。南美好像秘鲁那边也是这样子。澳洲跟美国怎么样？澳洲很好。澳洲退休之后有多少？看你工作是什么。这个就是跟我们国内差不多了嘛。澳洲多少岁退休？多60几岁。那美国呢？美国是有一个就像 401k， 就是什么401的一个，就是你要把你钱放到一个怎么说？一个政府的储蓄账户里面。对，然后它会就是每年会累积。对。你这翻译可以。对，在这边为啥能看得懂他这个大概意思一个我刚来我不懂语言的，我就是看老外手势去比划，然后我自己去理解。你是不会英语出来的吗？没有啊。你多大出来的？我19。19岁就从浙江出来了，不会英语，不会西班牙语。不会。那你现在都会说了？没有，英语不会啊。西班牙语我看你说的挺溜的呀。也就那样的。其实我是不认真去学，我基本上就是说
店里能知道的东西我能学一下，跟店里不搭嘎的东西我不学的。那你怎么敢啊？就是什么都不会，你跑到全世界离中国最远的国家来了。一个你要这么想，我在国内我是自己是吃过苦，啥活都干过，修车、酒吧、服务员，还有那个挖掘机配件店，啥都干过。干到最后了，1分钱没留住。想想我妈问我要不要出国，我说走吧，我就很直接的。你妈妈在哪儿？我妈在国内嘛。那你出国之后你能存得到钱了吗？能存到啊。为啥？因为在国外的话，怎么说？没地儿花。虽然说也有地方花啊，但是花的没有那么，就是说肆意妄为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国内你看啊，夜市那么多，每天晚上出去玩，吃喝玩乐，每天晚上都可以。但是在这里不一样呀，你每天晚上下完班只能睡觉，要么就在房间里打游戏，知道了不？对，是的，没地儿花。对啊。对，我之前去非洲玩的时候，他们都说在非洲能存到钱，我说为啥？6点天一黑，到处黑，能玩啥？对呀。而且现在这个城市好一点，你像蒙特港啊，还有其他城市呢。到了天黑下来了，你一个人走路上，你看有没有人抢你，马上就。蒙特港还有人抢？蒙特港那个一个中国的那个店，2次连续2天晚上从楼顶爬下来。真的？哇塞！连续2天。我在蒙特港住了4天，我天天一个晚上出去买东西。晚上几点啊？7点。7点还好呢，那他们那个店都是8点钟关门的。人家爬到你屋里是啥时候？半夜2点钟。觉得他们对亚洲人有，就是他们怎么看待亚洲人？有钱啊，就是看你有钱啊，真的呢。他们对亚洲人的想法，他们不会说有什么不平等的歧视，没有这种。在这里的那个自己人看中国人的话，就是说看亚洲人，都是稍微和善一点，稍微会好一点。没有那种什么种族歧视，这种很少见，特别少。但是说抢劫啊，你要在首都，他们会抢中国人。7点钟天一黑，你走路上马上就4、5个人围上来，把你手机身上抢都给你搂走了。我弟弟在首都的衣服都给人拖走了呢，真的呢。他先是在我这边玩啊，在我这蒙特港玩，我带他去买的衣服，买完他回首都。手机也抢，衣服也抢，全都抢光。不是衣服也抢？真的呢，就衣服都抢走。你弟多大？跟我一样的，我是双胞胎。双胞胎。对啊。衣服都给你抢走呢，这个很离谱的。你弟太惨了，不抢女生吧？抢，哪里管你男女啊？我的意思是说不抢女生的衣服吧？你要看你衣服穿的好是差嘛，是吧？还有那个就是我弟工作一个那个游戏机的店里啊。8个人进来抢了将近2700亿现金，2700亿peso的现金，那是多少人民币啊？200多万吧。200多万，哇！因为他们是大概是1个月。他们带 biu 吗？带的呀，你不带谁敢抢你啊？你不带，你妈中国人他妈拿个刀都给你砍死了，这么多钱给你抢走。就是在圣地亚哥 biu 是合法的吗？不合法，但是他们私人很多啊，随便买。很多黑市啊，黑市可以随便买到这个。对，我能去探访这种黑市吗？看不了，最好不要去这玩意儿，最好不要去。我去伊拉克去过这种黑市，你知道吗？就伊拉克还好，因为就那个布一掀开，全是，都是那种满地全是那种 biu。但是你如果说像你在首都这种黑市啊是比较混乱的，但是伊拉克不一样，伊拉克它那种黑市是只为了赚钱，不会去伤害人。但是首都这种黑市是会伤害人的。你如果说你带着1身的钱进去，我说要买枪，拿出来给他一看钱，马上给你抢了。就枪你也别要了，钱你就留下吧。对，就送钱送门口了。首都很多批发区的老板被人就是说绑架，要钱，给钱把你人放回来，很多的。浦贡那边。我还想去浦贡呢。一个中国商店的一对夫妻，半夜在店里，老外跑进来，把他们2个绑起来，店里全部现金收完，感觉钱太少了，还把你人打了一顿。就是我抢了，结果你这钱我抢的觉得不够太少了，我得把你揍一顿才解气，不然对不起我这一趟出来。对呀，就这么恶心啊！就真的，还有一个游戏机店也是一样嘛，人被绑起来了，钱抢走了，走的时候还捅你3刀。那为啥呢？就是看你不顺眼啊。那我这种人就是一个是存在报复心理的，因为在白天在你这里输了钱。
啊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好，我这种事情是很就我在你这儿买东西的，我发现回来质量不好了，晚上我就拿把刀过来把你不是说它不是百兽店，它是游戏机店。哦，明白了，我大概明白了。在国外不容易啊。很多就是别的南美国家人会来到这里，所以它有很多。对对对。这里在这边抢劫的大多数都是那个，一个是委内瑞拉的，还有那个叫什么国家来着？哥伦比亚。哥伦比亚。对，哥伦比亚对。你像蒙特港这个地区，我给你看一下哈，蒙特港这一片全是哥伦比亚的。我在蒙特港住的那个青旅老板就是委内瑞拉的，但那个大哥挺好的。那天晚上8、9点了，还在这到处找地方住呢。蒙特港这里一片啊，对，就这一块。这里一片全是那个哥伦比亚的。那有一天晚上还跟警察交火哎，直接跟警察对干哎，老凶了那几个人。对他们很凶，就是他们。我第一天能活着走出那一块区域，我挺好的。还有一个是在这里吧，这里下面市中心这里有一个店是那个黑人开的那个游戏机店，警察过来查他，4、5个黑人把警察给打了。老牛逼了，你以为那些人老凶了？他们是不怕警察，不怕吗？一个是不怕，一个是就是说，本来就是那种贫民窟一样那种走出来的人啊，就很野蛮那种感觉。对。那佛波罗也没有这种 biu 吗？有啊，但是如果说他没有拿出正当的那种具有攻击性的武器，你们不能开枪的。那他自律法律有一点是在这一点是好的。就说你没有拿出可以威胁他生命安全的情况下，他是不会开枪的。但是美国，你只要有一点异动，他就开枪了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不一样，美国你那个警察说，哎，你停车，你手不放方向盘，他们是可以，对，可以开的。可以准备好开枪的姿势的。对，可以开的。美国很危险，其实我觉得美国是最危险的。美国在这里整个中国人多吗？3万多。3万多人。3万多，近4万。4万人，全是过来做生意的。有打工的，哪有这么多？做生意4万中国人过来打工，就是打工在那个 mine， 就是去这个矿，那个矿在那个。这边还有矿吗？对啊，有啊。北部他们弄的。就在那个沙漠那儿嘛。你都知道？知道。这边很有名的，那个在北部弄矿的那些中国人很有名的。在矿区打工的中国人能收入高吗？那个比我们高。能到多少一个月？4到5个million吧，人民币4万多呢。4万多一个月。因为啥？因为一个它矿里面是成天到晚都在那个地下的，然后还脏。能去看吗？这个你得联系他们那个老板。他们也没有什么干，就是对。基本上中国人的话，他们的工作内容就只是为了看住其他老外工人。就是指挥别人。对。他们只是起到。因为不相信这种老外。不是说不相信吧，就是说要监工的，就是说我不给你看着，老外会偷懒。就这么个意思。明白了。哎，我突然知道了好多有用的信息。你看你西班牙语说的很好。我们过来第一步就是学数字，把多少钱给钱会讲来着，别的倒不重要。我在这边就说碰到有一些老外会跟我打招呼，但是他是用那种日语或者是韩语跟我打，对，这样。我会直接跟他说我是中国人，而且我有时候我会说的比较大声的，我说 I'm China， 我会直接说的比较大声的，因为什么？一个在这边的话，日本人和那个韩国人有不多，是的，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在这边做生意。所以说他们是因为什么把我们认定为是日本人啊？一个是日本的漫画，还有一个是那个韩国的那个什么韩国的爱情电影。不，还有一个就是我老被人家认为我是拉丁美洲人。是吗？对。以前被人认为是尼泊尔的，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。问了人家这么多了，我也不好意思了。我打扰了你好久了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没关系的。离开了那个中国超市了，那个小哥呢跟我推荐了，在这附近有一家店的餐厅特别好吃，我就想过来看看。他说，但凡来这个巴拉斯港的中国人都会来选择来这儿吃，我就过来看看。哇，好多花儿！这个地方对，感觉还挺棒。这居然是个餐厅。
这一家餐厅呢，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海鲜。这里是20个这种小生蚝，是16900披索，150块钱。大家还记得我那天去 Quedmont 买海鲜的价格吗？我花了7000披索，我买了40多个这个生蚝。我觉得还是去海鲜市场买比较好。他们这儿有一个这种海鲜套餐，有生蚝，有什么蟹，有什么乱七八糟一堆，下来就是46000披索，400块钱，再加4600的小费，也就是400多块钱吃一份海鲜。因为在星期六蒙特港有一个特别大的1周一次的这种海鲜的市场，所以我决定周6去赶这个海鲜的集市。今天就不吃海鲜了，这个价格也不太好。海鲜也不太新鲜，因为一来它就是有上这个生蚝嘛，这个生蚝好苦，一点都不新鲜。这个就是15000披索一份的海鲜汤，有小龙虾，然后这个螃蟹我都能认得出来，然后有一些蛤蜊鱼，这个是一些鱼，然后还有一些肉肠。但是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，我就问老板，老板给我拿来一个东西，他说是这个东西，所以问题来了，这个到底是什么？我现在呢就已经到青旅了，回来看一下，我刚刚不是在那儿花了100块钱买的东西吗？我又看了一下小票，原来他全部给我打了个8折，本来是130块钱的，打完折之后120多，打完折之后我还给了，合下来刚好100人民币，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打了多少折。这是不打折的话，正常情况下是130块钱，就是一个 wasabi， 1包辣条，2包过桥米线，一个香飘飘，再加一个猫耳朵。看，这就是这个价格。看，其实这几样是我买的，这一堆零食全是刚刚那个小哥送的。他说我这离中国这么远，能见到就是看到我一个人这么太佩服我了，给我送了一堆零食，哇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啦，我是张猫猫，有缘路上见，拜拜。你觉得智利的物价怎么样？视频评论区里面告诉我。